你知道嗎？有一門編程語言在巔峰時期擁有350萬開發者，是 C++ 程序員數量的10倍還多，2/3的 Windows 商業應用都是用它寫的。但今天它幾乎從專業開發者的視野裡消失了。這就是 Visual Basic 的故事，一個關於輝煌、背叛和遺忘的故事。故事要從1988年春天說起，那時候一個叫 Alan Cooper 的家伙坐在微軟總部的會議室裡，等着見比爾蓋茨。Cooper 當時在做一個叫 Tripod 的項目，說白了就是想給 Windows 做個更好看的界面。因為當時 Windows 的界面真的是醜到讓人不忍直視。Cooper 後來才知道，這玩意兒大部分是大學實習生寫的。Windows 在微軟內部根本不受重視，主角是跟 IBM 合作開發的 OSS2 系統。蓋茨看到 Tripod 的演示之後，直接就驚了。他當場問他的手下，為什麼我們做不出這種東西？你要知道，蓋茨對 Basic 語言有深厚的感情，微軟就是靠 Basic 起家的。他立刻想到，如果把 Cooper 這套可視化編程的前端跟 Basic 語言結合起來，那不是完美嗎？於是微軟買下了 Tripod， 改名叫 Ruby。注意這個 Ruby 跟後來那個 Ruby 編程語言沒半毛錢關係。Cooper 組建了一個5人小團隊，原本以為6個月就能搞定，結果呢，整整幹了18個月。為什麼？因為 Cooper 看着自己寫的25000行原型代碼，突然覺得實在是太爛了，直接全部推翻重寫。他的老闆當時氣瘋了，衝他吼：“你會錯過 deadline 的，你會拖累整個 Windows 3.0 的發布。”但最搞笑的是 ，Ruby 最終根本沒有被包含在 Windows 3.0 裡。原因很簡單，政治鬥爭。當時微軟內部 OSI2 團隊和 Windows 团隊打得不可開交 ，Ruby 成了炮灰。Cooper 後來說，那些在1988年看過蓋茨對 Tripod 讚不絕口的 Windows 團隊工程師，心裡肯定恨死他了。我把他們比下去了，而且是狠狠的。賊。Ruby 在微軟內部成了孤兒，沒人知道該拿它怎麼辦。直到1989年，有人靈機一動 ，Quick Basic 已經快死了，沒人用了，咱們把 Ruby 跟 Quick Basic 結合起來怎麼樣？於是 Visual Basic 誕生了。1991年5月 ，VB 1.0 正式發布。這玩意兒為什麼這麼火？你得理解當時的背景。90年代初，大量的大型機 COBOL 程序員面臨失業危機，因為個人電腦革命來了。但問題是，在 Windows 上寫程序太 TM 難了。你得用 C 語言，得看那本1000多頁的 Petzl 天書，得理解各種詭異的 Windows API 概念。Cooper 後來回憶說，那些對危機入侵感到恐懼的數百萬大型機 COBOL 程序員 ，Visual Basic 基本上成了他們的救生筏。多少年來，不斷有人走到我面前說：“你救了我的職業生涯。” Visual Basic 的核心創新是什麼？拖拽式界面設計。你不用寫代碼去描述一個按鈕長什麼樣，在哪兒，你直接在畫布上畫出來就行。要給按鈕添加功能，從下拉菜單裡選個點擊事件處理器，寫幾行代碼，搞定。這種 RAD 快速應用開發模式，讓應用開發的門檻斷崖式下降。更絕的是 VBX， 也就是自定義空間系統。第三方開發者可以做出日曆控件、數據表格、條形碼掃描器，打包賣給其他開發者。這形成了一個繁榮的生態系統。到1998年 Visual Basic 6.0 發布的時候，它的統治地位已經是絕對的。350萬開發者2/3的 Windows 商業應用，無數的企業內部工具、數據錄入系統、報表應用。但故事到這裡急轉直下。1990年代末，Sun公司的 Java 開始威脅到微軟的地位。微軟的對策是什麼？搞個全新的 Net 框架。2002年1月 ，VBNet 和 Net 框架 1.0 版本發布。這是災難的開始。VBNet 不是 VB 的升級版，它是一門完全不同的語言。微軟把 VB 從一個過程式語言強行改造成面向對象語言，線程、繼承、多態這些概念一股腦塞進來，學習曲線陡得跟懸崖一樣。更要命的是，舊的 VB6 代碼根本沒法直接遷移到 VBNet。微軟提供的轉換工具基本沒用，大部分項目都得手動重寫。有個 /dot 的評論說的特別扎心，微軟把所有人的 VB6 代碼扔在那兒，沒給任何前進的路。
很多時候，你連 VB6 應用都沒法在最新版的 Windows 上安裝。微軟背叛了它龐大的 VB 開發者軍團。更諷刺的是什麼 ？VBNet 剛發布的時候，一群鐵桿 VB 開發者給它起了個外號叫 VB-Fred， 意思是管它是啥，反正不是 Visual Basic。2002年 ，BA 公司曾經試圖吸引那些對 VBNet 不滿的開發者 ，CEO Bill Coleman 公開表示微軟搞砸了 Visual Basic。但到了當年8月 ，BA 發現根本拉不來 VB 開發者，一個參考客戶都找不到。大部分 VB 開發者選擇了什麼？要麼繼續用 VB6，要麼直接轉向 CC 或者 JavaScript、PHP 這些語言。因為 VBNet 最大的問題是，它失去了原本的靈魂。原來的 VB 是給普通人用的應用構建工具包，學習門檻低，開發速度快。VBNet 變成了給專業程序員用的正經編程語言。那它跟 C 比有什麼優勢？沒有 ，C 起來更流行，文檔更全，社區更活躍。2017年，微軟官方宣布 C 會獲得一些新特性，但這些特性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在 VB 裡。這基本上是宣判了死刑。2020年，微軟明確表示 VB 不會再有大的發展。今天 VB 在 GitHub 上幾乎看不到了，在專業開發者調查中佔比接近0。但諷刺的是 ，TOB 編程語言指數裡 VB 仍然排在前幾位。為什麼？因為還有大量的遺留系統在運行 VB 代碼 ，Office 紅還在用 VBA， 古老的 Access 數據庫還在跑。有意思的是，2016年有個請願，要求微軟帶回經典 VB 改進版的 VB6。這個請願收集了11361個投票和5480條評論。一些死忠粉到現在還在試圖開發 VB6 的開源替代品。Visual Basic 的故事告訴我們什麼？技術世界很殘酷。一個曾經拯救了數百萬程序員職業生涯的語言，一個讓編程真正走向大眾的工具，可以在幾年之內就被它的創造者拋棄。但它的影響還在。今天那些低代碼、無代碼平台，比如微軟自己的 PowerApps， 他們的哲學直接繼承自 Visual Basic。讓不是程序員的人也能構建應用。Cooper 後來說，如果 Ruby 作為 Shell 構建工具包推向市場，它會讓數百萬人更開心。但 Visual Basic 讓數億人更開心，這大概是對這段歷史最好的總結了。一個意外誕生的產品改變了整個行業，然後又被拋棄。但它證明了一件事：編程不應該是少數精英的專利，它可以也應該屬於所有人。